Hello， 搜狐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夏之光。我们知道就是昨天因为高反嘛，就从 C1的大本营撤下来了。那现在觉得自己感受怎样？好多了，对，下来的时候就已经退烧了，但今天早上还是有点低烧，对。好像刚出去还散了会儿步是吗？对，刚出去散了会儿步，因为这个氧气不足在里面的话，就容易低烧，然后就想出去散散步，呼吸空气，对，晒晒太阳。然后我们知道你其实是第一个到达那个 C1大本营的，那上去以后是有怎样的一个感受呢？因为其实爬山爬着的时候，前半段很累，后半段我找到了节奏。我的节奏就是其实你看走的路程，其实按照平地来说也就几公里。其实身体其实腿啊什么的机能方面，其实都是身体的机能啊体能都是够的。为什么会累呢？就是呼吸不好，所以我就基本上是我的呼吸节奏是，我是，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跟我节奏呼吸一直保持这个，然后所以后半段就是一点都不累，所以也没怎么休息，就是一直往上走。到大本营的时候也C1的时候也不怎么累，对，其实。对，但这个呼吸的节奏是你自己就是悟出来的吗？自己悟出来的，对，突然悟出来，然后就不累了。那后来是就是为什么就突然一下就不舒服了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到那之后呢，就开始，然后到睡袋里面，然后就是到那个进到帐篷里面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有点冷。教练说那这样你赶紧把外套脱了，然后装到睡袋里面。然后我试了一下在山上那个帐篷，因为那山上面全是石头。然后硌不硌倒无所谓，就是其实很硌，就是一突硌着我身体都是那样的，但是这都还好。最主要就是在那个石头，就算我底下垫了羽绒服，又垫了睡袋，还垫了防潮垫，它那个石头那个冰度都能够透过那3层，直接就感觉到后背就很冷。然后我眯了一会儿之后醒来的时候，手都冻麻了，我手是在睡袋里面哦。都冻的是麻的，后来我就感觉越来越不对劲，我就感觉头开始痛了，然后就开始那个头和耳朵这边有点热，然后就叫了队医，然后一来一量是38度5，然后还想再坚持一会儿吃个药试试，结果开始疼痛，那个疼痛比第一天晚上的38度5还要疼5倍，那个疼痛就是从下颌到前脑门到后脑门，一直连接到中段的脊柱这边都一直在痛。我当时我就记得，来了，夏天哥，我干爸。然后，那个疼痛就是疼到，我当时就跟教练说有没有直升飞机？我说我现在要下去，我真的我感觉我不行了。他说没有。我说那有没有绳索？我直接从山上掉下去可不可以？就是太痛了，真的太痛了。后来是经过上就觉得说，因为如果说要是木屋床，要是有床离开地面，底下没有那么冰的话。我还是会坚持的，因为我觉得睡一晚的话，第二天可能烧可能也会退掉。但如果是睡在那个上面的话，我觉得晚上要到凌晨1、2点，空气越来越稀薄的话，我估计我会烧到40度都有可能。所以因为连续反复发烧，就是我这几天每天都在发烧，就是要么是高烧，要么就是一直低烧，所以觉得还是下撤一下吧，否则的话，我感觉我的肺和脑子会烧坏。对。那这次没有登顶，会不会还是有一些遗憾？非常遗憾啊！对啊，我都已经上到 C1了，就近在咫尺了，我都能看到山顶在哪儿了。对，我都感觉我随便跑2步都能上去了。对，那很遗憾。对，因为其实毕竟到 C1都已经走了6个小时，5个多小时，快6个小时，对吧？其实这真的是最后疼到我是真的觉得是实在受不了了。对。就其他的高反我都能忍受，就是主要是一直来回发烧，只要平原一发烧你都可以挺难受的，更何况高反发烧，哇，是那个感觉是真的是太爽了。那你觉得有机会还会再次来挑战？会的，我会的，还是会来的，对。因为之前有在那个微博上和姚晨 battle 嘛，所以你觉得下次要不要邀请他一起来爬雪山？我应该会叫他一起，对，因为他也是喜欢去做一些户外运动嘛。那你觉得你比他能力要强一些吗？这话怎么说呢？反正我觉得他要是，反正我连续烧了3天，第3天我才放弃的。你在这边的情况才知道吗？有没有给你一些鼓励什么的？有啊，问我怎么样啊，然后之类的。他跟我说我到阳湖是5000米呢。我说那你是开车上去的？我说我是爬上去的，那能一样吗？
然后他说那也差不多啊。我说我这边都没有植被，就是空气很少。他说我在上面也晕。我说这样你想一想，当咱们在布达拉宫的时候，爬布达拉宫3000多米，咱们就走了2步都喘成什么样？你想一想，我在4000多米走6个小时，你想想是什么感觉？他说哦，这样也能理解。我说那不就得了？你给我拜托啥？这该死的胜负欲。对。那你觉得就是这整个过程中，粉丝有没有给你一些让你很暖心的嘱咐啊什么的，或者鼓励什么的？有，就是他们就是其实说实话嘛，就是最近这2天，就是因为都在克服高反了，头好痛，基本上都在听各个工作人员跟我说的话。对，然后粉丝在剧上就是让我注意身体，然后就是都在劝我，就是说不行就下来，不行就下来。对，因为刚才这次还认了个干爸爸，是怎么回事？是小天哥先叫我儿子的，我也不知道为啥突然叫我儿子。他觉得我们俩很像，我也觉得也的确是都是学中国舞的嘛，之前学民族舞，然后很像，然后就叫儿子，然后我就叫他干爸。那大家看了你们的直播都觉得你交友能力非常棒，你自己觉得呢？没有吧，还好吧。还好。感觉你还蛮自来熟的，就跟大家都相处的还蛮好的。就是主要是就是小天哥是因为小时候，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正好就是我们就是看他的那个电视剧，然后我们这个小组还是选的这个电视剧里面的片段进行那个表演汇报。我演的就是小天哥那个角色韩冰，就是那个律师，所以就有种别样的感觉。对。那这次算是第一次见他本人吗？第一次见本人。对。那会不会有一种就是儿时的梦想成真的感觉？也没有儿时梦想，我17年大学的时候也没有过多久。那就是就是年轻时候的梦想。其实对，就是有一种别样的感觉，会觉得说又亲切，然后就是想跟哥说一下。对。那你觉得这一次雪山行，就是无论是爬山，或者说对于自己人生阅历有没有新的收获？有。就是你知道我在后半段掌握那个节奏的时候，整个人都很安静，非常静。因为我其实平时是一个情绪力比较就是情感比较饱满，然后是会比较一个快节奏的一个人。对。但在后半段那个，我就跟着我的呼吸在走的时候，我也不看前面，也不看后面，我只看脚底下，就往前走，一点都不觉得累，我只跟着我的呼吸节奏，然后很平静，那个感觉，我觉得真的，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就像尝试高考一样的那种感觉，很奇妙，会让自己很安静。对。就是感觉爬山给自己带来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对，而且爬山会很锻炼意志力，也很锻炼自己的情绪的 control。对，因为其实，在高原的时候，情绪很容易就会崩溃，很难去把自己的情绪控制得特别好。但是在这里的时候，就是不断的去控制啊，然后去适应，然后去挑战自己，然后去跟大自然进行一个融合，其实是真的是很锻炼自己。对，所以真的收获了很多。最后一个问题啊，刚才忘记问了，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爬雪山其实很辛苦嘛，就最初是为什么决定要来参加呢？因为当时说想见老板嘛，然后朝阳哥也说也来，我就来嘛。所以朝阳哥是你的偶像还是怎样？因为小时候看《屌丝男士》知道朝阳哥，所以觉得朝阳哥人挺好，就想那个。所以对搜狐一直可能有一种情结。对，因为小时候当时就是看对。那见到朝阳哥以后感觉怎样？好可爱，我觉得哥，拉着我就开始跟我说商业。拉着你就跟你说什么？就是直播打赏怎么提现，跟我说这些。好的，谢谢了。